索尼手机啊，留给我们小伙伴的印象呢，一直都是外观设计独树一帜啊。看这个长条形，系统体验呢却是槽点满满。Xperia 这个系列呢，留给你什么印象？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啊。索尼的手机确实我们近来已经体验比较少了啊。索尼集团内部呢也是大佬林立，手机业务的应该算是艰难求生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体验的就是延期上市了很久的国行的 Xperia One Two， 也叫 Mark II 啊。这台机其实我们内部已经体验很长时间了。索尼集团多个部门合并，它能否在 Xperia 上开花结果呢？小白测评不客观真体验 Mark II 马上开始。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、收藏、投硬币。今年2月份 ，Xperia One Mark II 在 MWC 发布之后啊，硬朗的 ID 设计让不少索粉欢呼雀跃。笔直的线条加上圆润的 R 角，对比以往的产品也能够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为了更好的手感，金属边框呢也做了切边处理。在配色方面，索尼一直算是比较克制，产品的颜色一贯的简单纯粹。非常难得的是，索尼竟然国行首发了青山绿这个中国定制色，但我们的小伙伴感觉手中的月梨白颜值也是一点都不输。另外，在5G 全面开发的2020年，72毫米的宽度，180克的重量，在一重200克加的旗舰里 ，Xperia One Mark II 显得既苗条又秀气。除了这次的定制色啊，在影像方面的开发中呢，也有微单工程师的鼎力相助，实时的眼部自动对焦，无论是正常的步行还是快速移动，相机的焦点都可以牢牢锁定在人的眼睛上。20 FPS 的高速连拍和每秒60次的对焦和曝光计算，多管齐下，不错失每一个精彩瞬间。继电影大师之后，拍照片也有了摄影大师这个专业软件。首先，软件看起来还是挺专业的啊，采用了和索尼微单的同款调参界面。既然都叫大师了，那么硬件必须够顶才行。1.7英寸 Exmor RS 大底传感器，夜拍时能减少噪点的产生。3颗蔡司镜头，还有 T 星镀膜，减少眩光的同时，对比度和色彩也更加优秀。3D iToF 传感器，247个相位对焦点，黑暗环境中精准对焦也问题不大。还有2段式的拍照按键，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喜欢。白平衡传感器、多焦段镜头等等等等，其中的每一个点啊都可以聊很多内容，时间有限，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。我们主要给大家聊聊这个新增的摄影大师 APP。用过索尼相机的小伙伴对这个界面应该是非常熟悉了。左边主要为设置选项，右边一大片则控制着各种参数。在拍照模式的选择上，也有和微单相同的自动、程序自动曝光、快门优先和手动挡。3颗不同焦段的镜头配合数字变焦，覆盖了相机中常说的大3元镜头。从等焦16毫米到200毫米的所有焦段，在参数的调节上，我们以手动模式为例啊，除了常用的快门参数、ISO， 可以调节的还有连拍模式、对焦模式、白平衡等等等等。总之就是能调节的参数它都给你了。说了这么多啊，是时候来看一下实拍样张了。虽然说有多种场景识别功能，但色彩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以真实为主，尽可能的还原物体的原本颜色。夜拍同样是秉承着真实还原的风格，并不会像夜视仪一样把夜晚给拍成白天。总体素质面对其他的旗舰机也是一点都不虚。我们在去年的视频中呢，就跟大家介绍过电影大师。得益于硬件的升级啊，这次 Mark II 可以用来记录 4K HDR 120帧的视频，不仅让视频的画质在对比度和色彩方面更胜一筹，而且它可以实现最高5倍的慢动作回放，时间流逝的瞬间不再是充满马赛克和噪点了。影音体验另一个重点是音频，也是 Xperia One Mark II 的强项之一。3.5毫米接口在2020年成了凤毛麟角的存在。有线耳机不仅可以降低90%的噪音干扰和左右声道的串联，对于需要听声辨位的游戏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同时还不会干扰到正常的充电。正面的立体声双扬声器也支持了杜比全景声。我们来对比一下。
Mark II 还是首台搭载了360临场音效硬件解码功能的智能手机。别看它的名字只是一个音效，戴上耳机可以感受到来自整个空间多维度的环绕声。和普通音源最明显的差距就在于空间感和现场感。音乐给人的感觉是立体的，来自不同方位的。我个人主观描述一下啊，就是感觉像在一个音乐厅里边听音乐。在屏幕的选择上 ，Xperia 一贯是丝毫不吝啬，4K HDR OLED 屏幕是目前手机中唯二的选择。另一台则是去年它发布的旗舰 Xperia One， 说是自我再飞跃也 OK 啊。在播放 HDR 视频时呢，索尼 Xperia One Mark II 在高光部分细节保留更多，并非一片死白，颜色的呈现也是更加艳丽，对比度更高，层次更为丰富。在众多黑科技的辅助下，赢得轻轻松松。21:9的超宽屏幕比例，在观看电影时照其他手机也更有优势。大部分的电影都可以直接铺满整个屏幕，相比之下，其他手机在观看电影时，屏幕面积并没有被完全用上，放大裁切的话，电影内容又会出现遮挡。另外，超宽屏在一些竞技游戏中，左右侧还可以显示更多的画面，帮助你更早的发现对手的踪迹。游戏增强器更新之后，加入了很多新的功能。在性能模式的选择上呢，你可以让 Xperia 火力全开，也可以选择电量优先。在电量优先的情况下，屏幕的刷新率会锁定在40赫兹，对于休闲棋牌类的游戏还是挺不错的。打开 HS 发热抑制功能之后，在连接充电器时，充电器将直接供电给手机使用，并不会给手机充电，这样就避免了边玩边充时手机发热导致的性能下降。上面我们聊的都是 Mark II 硬件上的优点，但是在软件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小小的缺失的，比如说天气、录音机便签，这些需要用户自行下载安装。不过系统中也集成了侧感、分屏多任务、电池保养等等非常实用的小功能。总的来说 ，Mark II 在系统体验上还是比前代 Xperia 1还是有进步的。OK， 近1个月的使用啊，这台 Xperia Mark II 高素质这个屏幕还有2个大师，在影音和拍照方面呢，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个真的得实际体验一下。这台机可以说是做到了差异化的同时呢，也表现得挺优秀。以往很多小伙伴啊买索尼手机啊都会去选择港行，毕竟这个价格确实挺便宜的嘛。但今年 Mark II 的情况呢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国行有一个限定的青山绿色，还有就是更大的12G 的内存。在系统的优化方面呢，照前代呢提升还是非常大的，有这个节电优能来控制功耗。常用的微信呢也支持了指纹支付，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它支持了5G 双模全网通。以上一个个小亮点、小遗憾呢汇聚起来，就成就了这台特立独行的 Xperia。在这台机上呢，我们也感受到了索尼为了振兴手机这个业务呢所做出来的努力。还是希望啊，这个机圈呢能够多几个像 Xperia 这样不是那么随波逐流的厂商，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体验。这个对我的感受，或者说这个冲击力、新鲜感还是比较大的。OK， 更多内容和精彩呢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“小白测评”就可以了。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。不客观的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